国家主席习近平12月18日在北京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听取对香港、澳门当前形势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工作情况的汇报。国家主席习近平18号下午在中南海瀛台会见来京述职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习近平表示，1年来，李家超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敢于担当、善作善成，坚定维护国家安全，重塑香港区议会制度，顺利完成区议会换届选举，推动香港走出疫情，迎来整体性复苏。保持香港的独特地位和优势，不断增强发展动能，努力解决民众急难愁盼问题，巩固了由乱到治的大势，促进香港迈向由治及兴。中央对李家超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央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长期不变，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航运中心、贸易中心地位，推动香港实现更好发展。一国两制的生命力和优越性必将不断显现，我们对香港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同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还会见来京述职的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习近平表示，1年来，贺一诚行政长官带领特别行政区政府认真履职、务实有为，顺利完成澳门维护国家安全法修改，有序推进行政长官选举法和立法会选举法修改工作，加强对博彩业依法管理，编制澳门历史上首个全面系统的多元发展规划，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取得新成效，持续扩大对外交流合作，澳门经济快速复苏，社会保持和谐稳定。中央对贺一诚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正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央将一如既往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全面落实爱国者治澳原则，全力支持行政长官和特别行政区政府团结带领社会各界，抓住国家发展带来的历史机遇，不断推进具有澳门特色的“一国两制”成功实践，以新的发展成果迎接澳门回归祖国25周年。李强、蔡奇、丁薛祥、石泰峰、陈文清、夏宝龙等参加会见。习近平会见来京述职的李家超，在香港社会引发热烈反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召集人、香港民建联副主席陈勇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令香港社会感受到中央政府对“一国两制”事业的坚定不移，以及对香港发展前景的关爱。陈勇说，香港有背靠祖国的优势，社会大致稳定，经济发展在疫情后逐步恢复。行政长官早前发表上任第2份施政报告，阐述未来不同方面的施政措施。他希望行政长官在述职期间拜访各部委，促进特区政府与内地机关有更好的合作联系，推动国家和香港的共同高速发展。今年是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改革开放45周年和党的18届3中全会召开10周年。1978年12月18日，党的11届3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为何说改革开放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国内外专家学又是如何看改革开放的？来看看报道。人民日报17号发表长文，总书记引领我们走好改革开放这条必由之路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重要论述，是深邃的历史昭示，是面向未来的宣示，是科学的行动指南，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奋力走好改革开放这条必由之路，不断书写改革开放新的历史篇章。新华社同日也发表长文，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必由之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改革开放纪实，指出改革开放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文章表示，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征程。2013年11月，党的18届三中全会召开，向全党全国发出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总动员令。深圳改革开放后，党领导人民一手缔造的崭新城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一张白纸上的精彩演绎。2012年12月，党的18大之后的第一次国内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就来到广东，第一站就是深圳。在莲花山公园，总书记种下了一棵高山榕树。党中央做出的改革开放的决定是正确的，我们今后仍然要走这条正确的道路，富国之路，富民之路，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而且的话呢，要有新开拓要上新水平。2018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深圳考察。同年12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40年春风化雨，春华秋实，改革开放极大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中国人民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这个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时代，我们绝不能有半点骄傲自满、固步自封，也绝不能有丝毫犹豫不决、徘徊彷徨，必须同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勇立潮头，奋勇搏击。2021年7月1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2022年10月16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20大报告中明确了前进道路上必须牢牢把握的5个重大原则，其中之一就是坚持深化改革开放。2023年4月，全面贯彻党的20大精神开局之年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南下广东，深刻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是长期不变的、一以贯之的。2013年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年均6.2%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位居世界主要经济体前列，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国内生产总值从2014年的60多万亿元跨越至2022年的121万亿元，稳居世界第2位。中国经济占全球份额稳步提升，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超过4亿人，形成了超大规模市场。科技自立自强加快推进，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突破。近10年来，中国相继提出一系列重大倡议和主张，向世界提供了一个又一个重要公共产品。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先后与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拉动近万亿美元投资规模，为共建国家创造42万个工作岗位，让将近4000万人摆脱贫困。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称，中国改革开放具有世界性。为什么世界对我们感兴趣啊？因为我们的发展具有世界性啊。因为我们是在开放状态下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的发展具有世界性，那么世界也具有中国性嘛。
曾多次访华的英国伦敦国王学院教授克里布朗，则在接受深圳卫视采访时回想起自己上世纪90年代的访华经历，惊叹中国这几十年的巨变非常有戏剧性。So I first visited China in 1991, so about 13 years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started. And I can say from that time and today, the changes are dramatic. So you can go on a high-speed train from Beijing to Shanghai in 4 hours now. And the first time I took that journey, it was 12 hours. These are dramatic, very dramatic changes. 被授予中国改革有益奖章的英国48家集团俱乐部主席斯蒂芬·佩里对深圳卫视表示，中国的改革开放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is the China plans. Sometimes the plans don't work out and they adjust them. The plans are made over decades. They're not quickly done, and they're made by looking at the whole world, not just China. I mean, in a way, China has dealt in miracles. Yes. To grow for 35 years at more or less 10% a year was a miracle. It was in my view, the biggest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human history. You can't do that again, because that was what you could do then because of where you were at the beginning, and you're in a different position now. So now it is to become a more prosperous, all-round, inclusive, dynamic, innovative economy and society. 中国航天近日连发大招，就在过去的周末，双曲线1号商业运载火箭将搭载的迪尔1号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而就在前不久，遥感41号卫星发射成功，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也再一次成功发射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引发国际广泛关注。有分析指，近期的几次发射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水平又有了新的突破。然而，美国方面却再次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渲染美中太空军备竞赛。据新华社14号晚间的报道，我国当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运用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一型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该航天器将在轨运行一段时间后返回国内预定着陆场，期间将按计划开展可重复使用技术验证及空间科学实验，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技术支撑。这是中国第3次进行此类试验，最早是在2020年9月4号，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在轨飞行2天后成功返回预定着陆场。有专家指出，任务标志着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技术研究取得重要突破，后续可为和平利用太空提供更加便捷、廉价的往返方式。去年8月5号，中国再次发射可重复使用试验航天器，用于开展可重复使用和在轨服务技术验证。相较此前一次，航天器在轨飞行的时间进一步拉长至276天。有分析指，中国3次发射可重复使用的试验航天器，均使用了造价高达1.6亿人民币的长征2号 F 运载火箭，意味着载荷价值极高。一般的应用卫星探测器发射时，长征2号 F 都不会现身，它仅仅用于载人航天飞行，可靠性要比同族的其他型号高得多。值得注意的是，就在14号，中国的试验航天器发射前几个小时，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以执行额外的系统检查为由，又一次推迟了其猎鹰重型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从而延迟了 X-37B 的第7次飞行任务。路透社称，这是1周内第3次取消这一任务的发射，因为 X-37B 项目属于美国太空军，相关任务处于保密状态。五角大楼没有就此次任务披露很多信息。美太空系统司令部此前在一份新闻稿中透露，此次发射是国家安全太空发射计划的一部分，将涉及在新轨道中运行的测试。美方不仅对 X-37B 项目讳莫如深，还强行关联中国可重复使用航天器发射，渲染美中太空军备竞赛。
美太空军作战部部长萨尔茨曼上周在一次行业会议上被问及中国发射试验航天器的时候，竟称中国人对我们的航天飞机非常感兴趣，这并不奇怪，我们对他们的也非常感兴趣，他们试图在时间和顺序上与我们保持一致，这可能并非巧合。萨尔茨曼随后话锋一转，呼吁美国会为继续开展计划提供必要的资金。与此同时，他也证实了美媒此前的猜测，即 X-37B 将在比以往更高的轨道上运行。分析指，这可能意味着 X-37B 将测试验证在高轨道监视接近别国航天器的能力。具备这种能力之后 ，X-37B 可具备对别国卫星的打击能力。这意味着 X-37B 或将改变未来太空站的形态。这次 X-37B 呢，还搭载了一个很有意味的装备。美国称为叫太空态势感知系统，那可能有一些人士会把它认为是一种太空的监测，甚至是监视侦察系统，也意味着美国太空军对这样的装备可能在寄托着更多的希望，甚至是实用化的潜力。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它推迟发射，显然太空军可能觉得进度慢了，或者说有这种受挫的感觉。而中国呢，在这个时间段内，正在顺利地进行相应的实验，所以美国会认为这是一种竞争。而美国实际上它习惯于把别的国家的正常科技进步呢视为一种竞争的表象。事实上，美方不断推进太空军事化，并无端炒作对华太空军备竞赛，是完全站不住脚的。第78届联合国大会高票通过的不首先在太空部署武器决议草案，重申防止太空军备竞赛目标，就是由中俄等国共提的。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晓刚大校14号表示，个别大国逆潮流而动，不断推进太空武器化、战场化，极易引发太空军备竞赛，严重威胁太空安全，破坏全球战略稳定。我们敦促有关国家纠正错误做法，支持并建设性参与太空军控法律文书谈判，采取切实措施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中方历来主张和平利用太空，积极推动太空国际合作，坚决反对太空武器化和太空军备竞赛。此次中俄等国共提的决议草案在联大获高票通过，充分表明国际社会支持太空军控国际法律文书谈判，反对在太空部署武器的明确态度，在太空领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愿。自2023年度开始，日本防卫费大幅增长，5年内将防卫费占比从 GDP 的1%翻倍至2%。作为执行期的第2年，2024年度日本防卫费预算高达7.7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新增投入将聚焦什么领域？为增加防务预算，岸田政府拟通过增税方式增长财源。日本民意对此究竟是何态度？与此同时，日本也在加强与东盟国家在海上安保领域的合作，剑指何方？来看看分析。日本政府相关人士16号透露，政府已就2024年度预算案防卫费展开最终协调，金额为约7.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3856亿元，为历史最高水平，较去年6.8万亿日元的预算增长达到13%。预算案或将在22号的内阁会议上确定。据日媒披露，日本2024年度防卫费内容包括用于摧毁他国境内导弹基地等反击能力的国产长程导弹采购费和新一代战机的研发费等。相关人士透露，日本政府计划使用961亿日元预算采购国产改良型12式岸舰导弹，并提前1年到2025年完成部署。针对射程3000公里的高超音速导弹及可攻击舰艇及陆上目标的新式精密导弹，也分别编列725亿日元及323亿日元作为研发经费。此外，日本政府将于2024年度在东京成立常设机构统合司令部，统一指挥陆海空3个自卫队的行动。同时，还准备设立以开发划时代防卫装备为目标的防卫创新技术研究所。值得注意的是，日本防卫预算此前也连续10年增长，这不仅令本国民众感到担忧，也引发周边国家的关注和质疑。
印尼前外长纳塔莱加瓦日前在接受日本朝日新闻采访时称，日本政府一直声称不会成为军事大国，但当前日本政府增加防卫费等一系列动作，与其承诺背道而驰。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今年5月在东京出席驻日外国记者协会活动时也提醒，日本必须意识到战争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案，应努力减少挑衅。他反问，为何日本要增加防卫预算？日本为什么要重新武装？它实际上是今后也会每年累增的这么一个状态，远远超过他们的这个经济的这个增速啊。然后新的这个预算，因为比原来增加了很多，所以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各个项目的增加。然后还有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说宣称补齐他们的短板嘛，实际上就是准备进行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战争的这个能力，提高自卫队在这方面的能力啊。值得注意的是，在防卫费预算曝光之际，日本正在东京与东盟国家举行特别首脑会议。联合声明明确将加强双方在海上安保领域的合作。而在本次首脑会议期间，岸田与东盟多国举行了双边会谈，以求加强与这些国家的双边安全关系。16号，日本同马来西亚签署了安全援助协议，宣布向马方提供4亿日元，以支援马来西亚购买救生艇和无人机。岸田还与印尼总统佐科签署协议，日方将向印尼提供价值90.5亿日元的援助，为印尼海上安全能力的提升提供资金，并援助1艘日本制造的大型海上巡逻艇。17号，岸田在官邸与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举行会谈，双方确认为早日缔结让自卫队和非军部队相互顺畅往来的互惠准入协定而推进磋商。岸田还承诺将切实推进通过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援，为菲律宾提供海岸监视雷达。OSA 是基于日本政府2022年12月敲定的外交和安保长期指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而创设的机制。日本政府在2023年度预算中投入了20亿日元，约合人民币9700万元，把菲律宾、马来西亚、孟加拉国和斐济作为第一梯队实施候选国。按照日方说法， OSA 隶属于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通过向拥有共同价值观的同志国军队或武装力量无偿提供军事装备，并帮助对方完善相关基础设施，支持受援国提高军事能力及安保水平。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实施的非军事领域的政府开发援助项目不同之处在于 ，OSA 更侧重提高受援国的安全保障能力，涉及军事装备。OSA 作为新的这个外援的框架，它的这个预算支出应该是从这个外务省的这个外援预算里支出的，所以还不是从这个防卫省的预算支出，所以严格意义上来说，它不算是狭义的军费。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说从大约去年开始吧，就是日本方面就提出了一个所谓的广义军费的概念，然后也包括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对外军事援助的这个新框架的这个预算，它是试图通过新建了一个军事援助的这个框架，把这个军援当作自己的外交的一个杠杆。事实上，岸田政府强行大幅增加防卫费，给本就不宽裕的日本财政增加了巨大压力。今年2月，岸田内阁推出防卫财源确保法案，以确保防卫费资金来源，并迅速推动其进入国会审议程序。为了蒙混过关，方案提出4项措施：一是通过出售国有财产等方式增加税外收入，设立防卫增强基金；二是把每年年底结算盈余拿来支持防卫；三是强化支出改革，削减社保开支等，以减少不必要的花费。最后一项是加税。方案含糊其辞地说，前3个办法都没能解决裁员问题时，才考虑加税。但在裁员没有落实的情况下，岸田政府计划通过增税作为防卫费增长的裁员，但开始增税的时间表迟迟未敲定。日本汉字能力检定协会12号公布2023年度汉字为税。日媒称，这反映日本民众对岸田政府的不满。岸田文雄还在社交媒体上被批为增税眼镜男。減税を強調されます。でも皆さん、消費税を新たに増税するインボイスでたくさんの人が大変な目に遭う。減税の効果吹っ飛んでしまうじゃないですか。おかしいことばかりではありません。
据日本每日新闻的最新民调，岸田内阁的支持率跌至16%，较上个月民调结果下跌5%，为2021年岸田内阁成立以来该机构民调统计中支持率最低值，不支持率上升5个百分点至79%，为每日新闻自1947年7月开始这项调查以来的最高水平。共同社1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数据也显示，岸田内阁支持率连续3个月下降，最新支持率仅为22.3%，再次刷新最低纪录。他这个支持率不断下滑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就是说他的这个日本经济不景气，就是说是岸田内阁成立2年多呢，日本经济并没有恢复。另外，岸田内阁他就是说是叫什么这个就是朝三暮四吧，就是说政策不固定，一会儿增税，一会儿又减税，没有一个固定的政策，就是说左右摇摆。所以老百姓不支持他，所以我认为岸田内阁如果想挽回老百姓的信任的话，他只有就是说搞好经济。朝鲜在12小时内2次试射弹道导弹，并发表声明，批评美国和韩国通过演习展示武力和核战争计划，加剧紧张局势。美国和韩国则批评连续发射导弹是对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挑衅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案。为应对朝鲜，美日韩3国动作不断。中国外交部表示，试图通过军事威胁施压解决问题的办法只会加剧地区形势紧张，希望有关各方正视半岛问题症结，以实际行动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18号上午8时24分许，朝鲜从平壤一带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疑似洲际弹道导弹，导弹以高仰角射，飞行约1000公里后落入东部海域。这是朝鲜今年第5次发射洲际弹道导弹，距其7月12号试射使用固体燃料的火星18型洲际弹道导弹5月有余。韩国联合参谋部未公开这枚洲际导弹的飞行时间和射高等参数，但鉴于导弹飞行时间、射高、射程均与7月试射的火星18型相似，韩国认为朝鲜此次再次试射火星18型导弹的可能性较大。而根据日本公布的数据换算，18号发射的导弹最少具备12000公里的射程，从射高和射程来看，已经具备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韩国联合参谋部强烈谴责称，朝鲜发射洲际导弹是对韩半岛乃至国际社会和平与稳定构成严重威胁的挑衅行为，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韩军将基于坚固的韩美联防态势，密切关注朝鲜各种活动，维持随时都能以压倒性优势予以反制的能力和态势。韩国总统尹锡悦18号就指示有关部门积极推动韩美日3方基于共享朝鲜导弹预警信息机制协同应对。韩国国防部发言人全和奎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美日实施共享导弹预警情报系统处于最终验证阶段，3国正为早日启动该系统紧密进行磋商。当天，美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同韩日2国国安首长通电话，谴责朝鲜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并重申美国对韩日2国提供协防的意志。美国印太司令部对朝鲜射弹回应称，虽然我们评估这一事件不会对美国人员或领土以及我们的盟友构成直接威胁，但导弹发射凸显了朝鲜的非法武器计划破坏区域稳定。美国印太司令部重申，美国对韩国和日本的防御承诺依然坚如磐石。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朝鲜不到12小时内第2次射弹。当地时间17号晚上10时38分，朝鲜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导弹飞行约570公里后落入日本海。当天是朝鲜已故领导人金正日逝世12周年纪念日。如果说从时间上讲，那么恐怕是为了纪念，那么金正日呢逝世12周年。当然，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朝鲜呢近年来，它在武器的试射，核导等等，包括这些方面，应该说越来越频繁化。也就是说，去年以来呢，如果说从平均值上来算的话，甚至最频繁的时候2-3天一次，所以呢，它越来越。我们说日常化。就在此次射弹半小时后，朝鲜国防部发表声明，对美国与韩国频繁开展大规模联合军演，并向朝鲜半岛派遣密苏里号核潜艇表示强烈谴责。
发言人批评韩国与美国的核咨询小组第2次会议讨论的结果是赤裸裸的核对战宣言，形容美国及韩国军事帮，强调任何敌对势力对朝鲜动武的企图都会遭到先发制人的毁灭性回应。美韩15号在华盛顿举行核磋商小组第2次会议，公开声称将在明年年中前制定策划和运用核战略的指南，并建立延伸威慑体系，还将在明年美韩联合军演期间进行核作战演习。会议还警告，朝鲜如果对美国及其盟友发动核攻击，将导致其政权终结。17号，美国海军弗吉尼亚级核动力攻击型潜艇密苏里号访韩，并在釜山海军基地停靠。这是美军核潜艇3周第2次驶入韩国。从美国的角度，毫无疑问，他这些举措，包括核磋商机制，相关的一些演习，加剧了朝鲜半岛局势强对强的这样一个紧张局面。仅仅是朝鲜的势强，它这种局势恶化，很难形成目前的这样一个局面。所以我想，美韩的这样一个举措，造成了今天半岛强对强的这样一个恶化的那么这样一个局势紧张的这样一个局面。分析认为，朝鲜发射短程弹道导弹，正是针对这次会议。考虑到朝鲜发射的弹道导弹的飞行距离，这可能是在针对密苏里号停靠釜山海军作战基地具体回应。从平壤顺安机场至釜山的直线距离约550公里，而试射洲际弹道导弹更是朝鲜对美施加压力的清晰信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18号就朝鲜发射弹道导弹表示，中方注意到朝鲜半岛的最新动向，希望有关各方正视半岛问题症结，以实际行动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进程，维护半岛的和平稳定。半岛问题错综复杂，形势的发展演变充分证明，试图通过军事威慑施压解决问题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只会适得其反，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剧紧张。对话协商才是解决半岛问题的根本之道。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军核动力潜艇密苏里号昨天访问韩国靠泊釜山军港，朝鲜在不到12小时内连射2弹，其中今天清晨的第2次发射更成为美西方焦点，普遍认为是朝方再射洲际弹道导弹。那么您对于半岛最新态势有什么样的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确实如你所说呢，今天美西方舆论关注的一个焦点都是落在朝鲜方面清晨发射的洲际弹道导弹上。下午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公开表示，那么朝鲜最新发射的导弹射程呢，预计是超过15000公里，已经可以覆盖美国的全境。他呢也因此成为朝鲜射弹之后第一个出来喊话的国家领导人。今天美联社的电稿就直接拿岸田他的一段相关表述来作为报道的标题，说日本首相称朝鲜试射远程弹道导弹可以到达美国本土。那么美联社就据此强调，半岛态势的紧张程度已经是多年之最。当然呢，我个人认为岸田这次表现如此高调，其实也有转移视线、转嫁执政危机的紧迫的考量。今天岸田大谈形势可控，日本民众安全无碍，但是呢，他本人的首相大位现在呢已经是摇摇欲坠了。最新引爆的内阁大臣政治献金丑闻，令到岸田元气大伤。那么虽然他上周已经宣布改组内阁，对党内的安倍派的势力全面在清剿，但是呢，根据日本每日新闻上周末公布的最新的民调，对岸田内阁的支持率再度滑落5个百分点，创下16%的这个执政以来的新低。而不支持岸田本人施政的比例呢，更是暴涨到79%。那么更加值得关注的是，就在昨天，日本防卫省还特别发布预警声明，称朝鲜可能会发射弹道导弹，要求相关海域的船只一旦发现高空坠物，应该第一时间通报日本海上自卫队，但是呢，不得上前查看。那么鉴于此前朝鲜在发射卫星时也曾经向日本方面做预通报，当然现在有理由怀疑朝鲜方面是否这一次也进行了类似的通报。那么如果这样一个怀疑坐实的话，那么岸田他危机公关搞所谓政治秀的成分就更大了。日向作秀归奏，那么最新导弹试射对朝鲜军力又意味着什么呢？
目前朝鲜并没有就最新射弹的型号与相关数据做发布，但是呢，外界普遍预期朝鲜方面试射的大概率是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韩国军方援引追踪数据就称，导弹可能是从平壤附近升空，导弹飞行距离1000公里。而日本防卫省的监控数据更加详实，声称导弹采用高角度发射，留空飞行时间呢达到73分钟，飞行高度达到6000公里。日本防卫大臣政务官三宅伸武今天呢就在东京的一场记者会上宣称，基于发射轨迹兼顾弹头的重量，那么朝鲜方面的这个导弹它的最大射程呢预料会超过15000公里。也正是基于对导弹飞行的时间、射高、射程这些关键数据的对照，韩联社今天就判定说，朝鲜试射火星18洲际弹道导弹的可能性极高。7月间，朝鲜第2次试射了火星18，朝中社呢当时就官宣，高角度发射的导弹上升高度为6000余公里，留空飞行呢74分钟。火星18采用固体燃料，更机动、更隐秘，也更加强大。今年4月才首次试射，那么如果这第3度试射的这个判断成立的话，那么朝鲜这一款核心武器系统无疑表现出极大的稳定性。美国加州明德大学蒙特雷国际研究学院的教授叫杰弗里·刘易斯，他呢是核不扩散的专家。那么他从5倍的角度来评判说，一旦真的是火星18完成了第3度试射，那么这意味着朝鲜洲际战略导弹的这个项目已经走向成熟。尽管和其他国家一样，朝鲜射弹射星不乏失败的案例，但是它的整体可靠性是一流的。他在接受 CNN 采访时的英文表述是 quite respectable， 相当可敬。朝鲜射弹后，美日韩3国国安会高官通电话，谴责朝鲜射弹。沙利文也宣称，美方将向韩日2国提供协防。那么您对此又是如何看？现在半岛态势危险不危险？可以说非常凶险，甚至呢，可以这样说，半岛态势正在走向一个恶性循环的失控临界点。但是呢，也正如今天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相关提问时他所强调的，军事施压行不通，只会进一步激化矛盾，加剧紧张。所以特别要强调指出，朝鲜射弹它并不是无迹可寻，更不应该被孤立看待，并且来做评估。朝鲜连续射弹恰恰是半岛连串相互激化的事态链的一环，那么这才是最让人忧虑担心的地方。你前面也提到，就在朝鲜昨晚首次射弹之前数小时，美军核潜艇密苏里号访韩，开进了釜山军港。那么这已经是美军核动力潜艇短短3周之内2度访韩。而就在上周五，美韩所谓核磋商对话小组在华盛顿开会。那么这样一个对话机制，它是美韩总统4月峰会的会商产物。2国元首动议成立这样一个副部级的对话机制，并且呢同意在美韩军演中要引入所谓的核战场景应对。上周五的小组会可以说是火力全开，宣布明年夏天的联合军演就将会推演所谓的核战场景，警告朝鲜不得动用核武，甚至呢就朝鲜政权的存续发出了严厉威胁。那么这当然触动了朝方的底线。朝鲜防卫省发布措辞强硬的声明，谴责美韩军演纳入所谓核战场景是可能对朝方动用核武的公开威胁。对此，朝鲜必将会采取反制措施。那么这最新的洲际弹道导弹的试射，是不是就是朝方反制的内容？外界呢自有判断。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美西方媒体今天都在密集炒作这样几个数字：朝鲜去年试射导弹37次，今年呢试射导弹也达到24次。但是朝鲜密集射弹到底是因还是果呢？我想这个恐怕才是美日韩阵营避无可避的一个灵魂拷问。在我看来，半岛2大阵营相互刺激、对峙加剧的这样一种恶性循环，能不能被全面打破？我想这才是最终决定半岛态势的未来的走向的关键。台湾地区选举白热化，在刚过去的周末，蓝白绿3个阵营从南到北进行拉票活动。中国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17号从台中拼到屏东，造势现场涌入了3万人，气氛相当热烈。侯友宜表示，若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将会推动区域经济贸易。他强调，两岸经济贸易不可能断。17号，中国国民党2024候选人侯友宜首先来到台中，与台中市长卢秀燕等人身穿短裤，一起团结向前行。侯友宜强调，这就是象征为了台湾拼下去。
侯友宜炮轰民进党补助不公平，偏爱绿营，却忽视台中等蓝营地方县市。他强调，现在是台湾命运十字路口，而他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是为促进两岸和平、台湾安全和经济发展。我们对大陆两岸的经济贸易无可能断嘛，所以赖清德卖底下讲，底下讲都不爱讲，算了，咱闭起来。不要老是为了经济打模糊战。当晚，侯友宜马不停蹄南下绿营铁票仓屏东，出席屏东团结大会，现场涌入3万民众，高喊侯友宜当选，场面相当热烈。大家都要叫民进党贪污100年来，阿问恁大家，你日子有过好？我要成立一个经济内阁，咱的家孙啊薪水唔才会悬，咱的企业外资唔才会加入来投资。咱台湾家己行家己的路，对不对？对。去年曾参选屏东县长的苏清泉发文表示，看到3万名乡亲挺侯友宜，展现政党轮替的决心，说明屏东已经起风了。相信侯友宜一定可以从屏东赢起。国民党不分区民代候选人，也是极有可能参选下一任屏东县长的柯志恩表示，看到现场人潮溢出来，代表民进党做得够烂。这一次拜托选民睁大眼睛，让民进党看看南部不是铁板一块，选出真正的民意代表，保证3年后南部赢得光荣。值得注意的是，过去支持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的屏东县议长周典论首次站台挺侯。他表示，民进党带给人民太多痛苦，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也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周典论还称，郭台铭曾说不登记参选2024是要给国民党帮忙，呼吁挺郭的支持者集中选票，一同下架民进党。下架民进党，唯有来支持侯友宜，伊的作风讲会到做会到，绝对无会官僚，但是真正慢慢挨。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18号表示，感谢周典论和多个地方议会的议长，以及过去比较支持郭台铭的人，现在几乎都回到蓝营团结支持侯友宜，大家都希望下架民进党，实现政党轮替。针对媒体问及近期有民调显示国民党可能在立法机构单独过半，朱立伦说，国民党会审慎乐观面对。他坦言，目前国民党约有15个选区紧绷，如果这15席选得顺利，能够达成在立法机构单独过半。那如果说郭台铭愿意出现，他大概有2-3%的拉动性，那个再进来，再加西瓜派进来，很可能有机会险胜，但那个险胜的差距可能会很小。也许来回就是50万票以内，那50万票那是超级少的耶！你想，全台湾有21个县市啊。民众党16号也深入绿营传统票仓台南举办造势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民众党宣称涌入上万人，但进场时间就走了20分钟，让白色阵营大为振奋。我们一定会赢，而且一定要赢！台湾不是民进党的专利，台湾是全体台湾人民的。柯文哲火力全开，质疑赖清德老家违建争议，并说自己的母亲以及民众党不分区民代候选人黄国昌，还有前高雄市长韩国瑜都拆掉自家违建，赖清德有什么理由不拆？柯文哲还抨击赖清德所谓台独立场，让绿营在本命区拉警报。在美国政府一反对，你马上变台独，从台独金孙变成台独的龟孙。香港中评社评论认为，民众党的台南造势的确冲出很强的势头，柯粉散场后还自发性举旗在路上游行。与蓝绿造势最大不同是，这些人都是自己来的，没有游览车，也没有便当。岛内媒体人黄阳明表示，目前整个台南看起来民心似乎很浮动，所以赖清德他势必一定要稳住台南。第二天，赖清德紧急回防台南顾票，一口气参拜6家庙宇，并参加民代造势大会，并向民众做出多项承诺。但有岛内网友表示，赖清德此次选举在台南的得票应不超过50%，因为绿营的腐败他们也看清楚了。台湾地区前民代郭正亮17号分析，民进党在台南的盘已经破了。这个选完之后，台南的弊案还在恶化，后来还有登革热等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实际上台南的盘已经破了啦。赖清德也在吹牛了，还有民进党中央啦，说赖清德要在台南拿到60%，那我认为是绝无可能啊。他们都还在
幻想那个2020年蔡英文的盘呐，事实上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啊。我们看到，随着岛内2024选举的临近，在刚刚过去的周末，蓝白绿三方都举办了大型的造势活动。那您有些什么样的观察？其实，随着早前蓝白合的破局，柯文哲的民调断崖式下跌，以及一度被柯文哲与郭台铭分流的泛蓝选民的回归，这也就使得外界原本期待的蓝白绿三方对决的态势，最终并没有出现。岛内2024选举又重新回到了传统的蓝绿对决的基本态势。那么在这场蓝绿对决的选战态势当中，对于国民党来说，最大的优势就在于岛内选举中出现的非常具有规律性的钟摆效应。大家可以看到，自从岛内开放选举以来，国民党与民进党非常具有规律性的维持了各自执政2届，也就是8年的基本格局，而且在过去30多年当中，这一规律从来没有被打破过。这种钟摆效应实际上反映出了岛内选民的成熟与理性，也就是希望通过换党做做看这样一种方式来形成相互监督制衡的两党政治生态，以防止国民党与民进党中的任何一党独大。因此，在民进党已经执政了8年的情况下，这次的钟摆效应是有利于国民党的。而近年来高达60%的民意始终支持下架民进党，其实就是这种钟摆效应的具体体现。这对于国民党来说是非常有利的。那么对国民党不利的态势也有2个，一个是经过这么些年的政治博弈，岛内原本维持了很长时间的蓝大于绿，也就是蓝营基本盘要远远大于绿营基本盘的政治生态已经出现了逆转，变成了绿大于蓝。这就是赖清德的民调始终处于稳定领先状态，也就是3.5%到4%左右的原因，同时也是侯友宜的支持率回到了3%左右就再也上不去了的原因。2是国民党的票源主要是来自于中老年选民，始终吸引不到台湾年轻人的选票。在这种情况下，假如国民党想要翻身赢得岛内2024选举，就必须要拓展蓝营基本盘之外的中间选民的选票，尤其是要取得岛内年轻人的支持。而中间选民，尤其是年轻选民的选票，又主要集中在柯文哲身上。因此，接下来国民党跟民众党、侯友宜跟柯文哲如何互动，就变得异常的关键。这将会是决定选战结果的胜负手。那在这场岛内2024选举当中，代表白色力量的柯文哲与民众党的选情，最终又会走向何方呢？我在前面讲到了，由于这场选战最终并没有形成蓝白绿3组鼎立的态势，而是回归到了传统的蓝绿对决态势，所以白色力量无可避免的就将处于被边缘化的尴尬境地，这是白云不利的一面。但是祸福相依，凡事有弊必有利。对于柯文哲与民众党来说，这又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柯文哲与民众党不仅可以因此躲过蓝绿的攻击与夹杀，而且可以利用部分选民厌恶蓝绿政党恶斗的态势，来进一步巩固中间选民对自己的支持。不过，尽管最近几天柯文哲的民意支持率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回稳迹象，但是由于其民调支持率已经降到了20%以下，基本上是大势已去。再加上选战到了的关头，蓝绿都会操作弃保效应来进一步夹杀白云。接下来无论柯文哲如何努力，都无缘问鼎台湾地区领导人的位置。然而，我仍然想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白云与民众党就是一股可以被轻视的力量。相反，柯文哲仍然可以凭借其1.5%到2%左右的支持率，来左右台湾地区领导人以及民意代表选举的走向。具体来说，就是在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中，当侯友宜与赖清德的支持率接近，杀得难解难分的时候，柯文哲暗示甚至是号召支持者投谁的票，谁就能够赢得台湾地区领导人的宝座。同时，假如在民意代表选举中，蓝白绿3党都未能过半，那白云就可以凭借其手上7到8席的关键席位，跟蓝绿中的任何一股政治势力结合，从而掌控台立法机构。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在蓝白合破局之后，未来蓝白两党仍然可以找出一条蓝白合的新路子，这也是白云与柯文哲最好，同时也是唯一的出路。具体的办法就是，柯文哲通过猛打赖清德与民进党来巩固年轻选民的选票，同时尽可能的从赖清德与民进党手上抢走更多年轻人的选票，从而旁敲侧击按住侯友宜与国民党胜选。在完成这一目标之后，接下来侯友宜与国民党就可以将柯文哲吸纳进自己的执政团队，同时在台立法机构内跟民众党合作，取得过半数的席位，